它应该是武器界凭实力逆转命运的典型代表了。1966年之后是属于喷气机的高速飞行时代，原本被用作防空的 M42 除尘器自行高射炮，此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美军打算就此将这辆防空战车全线退役。可没成想，这家伙不愿意这么窝囊的离开，反而放下身段，在越南战场上干起了不属于他的脏活累活。最关键的是，人家干得相当出彩，不仅为自己争得火龙的美名，还为自己增加了整整28年的寿命。整个过程相当励志。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这辆防空战车的故事。M42 自行高炮为 M19 高炮的后续车型，绰号叫清道夫，以极强的雨林越野能力得名。它服役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陆军，加上出售给西德的部分，共生产了3700辆。该车重24.8吨，底盘沿用 M41 轻型坦克，采用扭杆悬挂，每侧有5个负重轮和3个拖带轮，最大行驶速度为72千米每小时。主武器为一座40毫米 M2A1 双联装高射炮，每分钟可发射炮弹240发。副武器搭配一挺勃朗宁 M1919A4 或 M60 机枪。在当时 M42 的主要任务是为装甲师提供防空火力，只可惜还没等他大展拳脚，固定翼飞机就全面进入了喷气式时代，不仅飞得更高，也飞得更快了。不仅是 M42， 当时所有自行的以及陆基的防空高炮，无论是射速还是射程，应对喷气式战机的时候，都开始显得有些不足。1963年，美军决定由霍克防空导弹充当防空主力，并将 M42 全部清除了常备军。这一举动基本上宣告了 M42 的死刑。然而，世界局势的变化顺应了一个道理：老美之所以受欢迎，可能是因为它比新疆辣。防空新秀的霍克导弹车在越南战场很快暴露了越野性差、低空防御能力不足等致命的问题。见此情形，美军逼不得已，只好将已经开出战场的 M42 全部召回。再次回到越南的 M42 做足了给自己争口气的心理准备，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可是没成想，命运再次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和以前的局面截然不同，此时的美军空军占据了空中的全面优势，也就是说敌人的飞机根本就飞不过来。这个好消息对于一门防空炮来说着实有些不太友好，因为他每天都期待着敌方的飞机飞过头顶，好让自己有打上一炮的机会。无奈老天偏偏不随炮愿，重回战场的 M42 只能看着天空唉声叹气，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愤之情油然而生，和天空一边倒的战况截然不同。这一时期的地面战况非常复杂，越军频频增加地面攻击的频率，扰得美军苦不堪言。而这个时候，郁郁不得志的 M42 依稀感觉到自己好像能干点什么，于是他就自告奋勇走到了支援美军地面部队的第一线。面对几乎没有装甲防护的越南地面部队， M42 对地开出第一炮的时候，就感觉到属于他的春天要来临了。越南地区枝繁叶茂，地形复杂，大规模步兵的精确射击几乎无效，压倒性的火力无疑是最有效的战术。所谓的压倒性火力，其实就是无脑对目标区域进行炮火覆盖，而 M42 那本来被用作防空的连续射击，用在这种类型的战争中实在是太舒服了。M42 采用全焊接装甲，车体正面装甲厚度为 25.4 毫米，车体侧面为 12.7 毫米，炮塔正面为16毫米，侧面为 12.7 毫米。虽然这个装甲水平面对反坦克武器的时候不堪一击，但是抵御越南丛林里众多的轻武器射击以及爆炸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此外 M42 敞开式的炮塔也是一个槽点，看上去车长和射手很容易被爆头，这个风险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好在360度旋转的特征可以做到无死角射击，再加上火炮的俯仰和炮塔的旋转都采用电驱动，瞄准目标的速度非常及时，这些特点都进一步弥补了敞开式炮塔的不足。M42 火炮的高低射界为-3度到正85度，手动操作时还可以增大2度，
覆盖角度非常大，无论是河沟还是山坡，都能在短时间内调整射击角度。最重要的是，它的有效射击距离虽然对空只有5000米，但是对地却可以达到9475米。这个距离，越军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任何威胁。除了这些优势之外 ，M42 的弹药技术也很不错，480发配弹，包括夜光穿甲弹和夜光榴弹，这些弹种原本是用来对付飞机的，远远超出了越军地面部队的可承受范围。此外，500马力的风冷6缸发动机通过液力机械式变速箱传动装置输出的动力，使 M42 应对越南的雨林环境游刃有余。清道夫这个绰号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流行起来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 M42 几乎成了美国陆军的多用神器，无论是搜索还是救援任务，都离不开这辆防空车的身影，甚至是大多护航任务，确保补给和战术车队沿着争议的高速公路安全行驶，也都是由 M42 车队来实现。事实证明 M42 在越南的表现称得上是对敌人的降维打击，来自北越南的空袭几乎没有来自地面大口径的袭击，也不成规模，这才给了 M42 充足的发挥空间，多少有些王者打青铜的感觉。除了火力上的天然压制， M42 在越南大放异彩，也离不开战术的布置。美军的典型战术是在远距离时依靠 M42 型自行高炮对越军进行轰击，等到越军靠近的时候，使用4连装的勃朗宁重机枪进行密集扫射。在越南，每个 M42 防空营都编有营部连和 A、B、C、D 4个高炮连，每个高炮连下辖2个排，每个排下辖4个班，每班配属2辆 M421。除此之外，营级还会配属一个4连装 12.7 毫米防空机枪连，以及一个炮兵探照灯连。越南的地形多为丛林，容易使40毫米炮弹的引信被提前引爆，这个时候就需要 12.7 毫米枪弹为它清扫射击。M42 不能攻击27米以内的目标， 12.7 毫米机枪刚好也填补了这一火力空白，这就是二者之间相互配合的好处。另一方面，40毫米炮弹的破片用来对于汽车、卡车等软皮车辆特别有效，因此除了地面鏖战， M42 也被经常部署在美军基地的外围，担任警戒角色，完全称得上是越南地面战场的多面手。美军第144炮兵团和帝军的海军陆战队员将 M42 用作装甲车辆，在野战和周边防御战中大量使用其40毫米和 0.5 口径火力穿透雨林。第144炮兵 C 连由 M42 组成了一支飞马行动特遣部队，在1968年4月打破了西山的围困。据官方数据统计，在1968年春季攻势开始之前，仅11辆 M42 就发射了2万枚40毫米炮弹，机枪子弹更是不计其数。只要美军或者越南友军需要火力支援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M42 的身影。截至此时 ，M42 已经完成了从即将被淘汰到战场主力的完美逆袭。常言道，枪打出头鸟。由于火力实在过于突出 ，M42 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越军工兵、火箭筒和迫击炮的首要攻击目标。在越战期间 ，M42 部队有200余人阵亡，其中第44团第1营 C 连的米切尔·斯托特中士被追授荣誉勋章，而他也是美国陆军防空炮兵部队唯一的荣誉勋章获得者。无论是防空炮兵的士兵，还是 M42 防空炮，都是越南战争中凭实力为自己争得的荣誉。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本该在1960年退役的 M42 硬是在美国陆军服役到1988年，延长了整整28年的寿命。除了美军之外， M42 在战后也受到了其他陆军的青睐，比如约旦、希腊、泰国、土耳其、日本、台湾等等。和在美国一样，台湾的 M42 也是到1988年才被 T82 双联高炮以及复仇者近程防空导弹系统所取代，开始陆续退役。只不过这个陆续的过程有些漫长，一直到2017年，马祖等外岛的部分 M42 才彻底退役。目前这辆战车作为观光景点，每年有不菲的收入进账。此外，台湾还在 M42 车体以及底盘上直接扣上 M18 坦克歼击车的炮塔，从而研制出了64式轻型坦克。由此可见，在越南一战成名的 M42 不仅在美国陆军实现了重生，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好了，关于 M42 的逆袭之旅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内容不尽详细，如果您想看到更加深入内容讲解，别忘了订阅本频道。下期节目我们再见。